大家周末好啊！这周末呢，给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点燃了市场做多的情绪，将市场上的这个 FOMO 情绪点到非常高，我们都称之为爆炸式的这种情绪增加的时候，我们后续的走势是应该见回调就应该买入建仓，还是应该在这个位置上防止风险观望，甚至做空呢？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几个我的观察，然后呢，您更好的再做出后面的判断。当然，我也会分享我自己的一个判断。好，请您跟我一起进入进。好，我们来看这个彭博社的一些消息。彭博社这里是采访了这个萨姆斯啊。那其实呢，这个总结一下我们最近看到的研报或者说各个投行的消息。那我们可以感到市场其实现在呢也是分成了非常不同的一个看法。有的呢是看这个地方货币的政策已经进入宽松的状态，而且货币政策会持续的宽松。那么这里呢已经是一个反转的趋势。那么软着陆基本已成定局啊，大家呢对未来的非软着陆的风险基本上就不再任何的定价了。那么另外一点呢，我发现也有很多这个之前看空的这些投行，可能最近也就不吭声了。我看就是包括麦克威尔森他们也没有什么更新。当然了，他们的理由是否现在仍然确定，或者说是否现在仍然可以用作一个参考？我答案是的，因为呢，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整个财报季出来了以后，那么大部分的公司其实都是低于预期，也就是大部分公司其实是没有预期的好，而大部分公司几乎都下调了营收指引。也就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意味着现在标普的市值是已经变成了一个相对不那么低估的这么一个状态。好，我在这个公开的数据里面，就是这个叫做Yadani 的这个网站上，大家可以找到标普还有就是整个指数的这么一个估值。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从估值的角度来出发，我们看到就是标普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或者说挺尴尬的一个位置。你就说是大的蓝筹股有没有泡沫？那么这个位置上，我可以保证说，这个位置上应该不是一个泡沫位置但是说这个位置是不是严重低估其实不是严重低估。那我们可以看什么呢？就看一个就是标普600，它600注意和500，它们之间不是有 overlap， 它们之间是互相是不同的这个股票的这么一个池子。那么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它的这个小盘或者说盘子比较小的地方，其实来到了一个非常低估的这么一个位置。那么即使是来到了1月底，那么它整个的这个位置都是并不是非常贵的这么一个贵的一个股市。但是这个数字会应该再向上一些，因为新出的一些大的公司的财报，它的 forward PE 也就是向前前瞻的这个PE ratio 都应该是有一向上的过程。因为除了股价上升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营收在预期是变弱了，所以营收预期变弱，股价要上升，那这个 PE 应该是涨得非常多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来说，就是如果仅仅从估值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市场上比较小的盘子，就小盘股，它的表现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合理，或者说是一个存在一个低估的状态。所以如果反弹是做小盘股，那你整个的这个操作从基本面来说是比大盘相对容易一些。那么这是我们从估值的角度上来看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要从整个市场上的这个资金面来进行一个分析。好，我们来看一个技术分析技术分析的话，我在这个位置上提示一个风险。那么这个风险是什么一个指标来做的呢？首先我们就这种绿色带这个绿色带是我非常常用的一个指标。那么这个绿色带呢是给了我一些整个来判断市场多空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美股的指数走的是非常非常规矩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如果我们还是在一个熊市的状态假设还是在一个熊市的状态，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对于熊市的破坏。大家注意，这个高点是比之前的这个高点高，这个低点是比之前的低点低这里走出的 ABC 是比较强势。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个强势的地方，这个地方对于绿色带是一个什么呢？是冒头了。
那么在整个熊市的过程中，只要摸到这个绿色带，或者说接近熊市的状态中，摸到这个绿色带的时候，往往都会成为一个转折。有的时候哪怕这个转折你看起来这里已经突破下降趋势，它也转折下降。那么在今天收了之后呢，是收的比较弱了，收的比较弱。那么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看到的是它容易形成一个风险区，也就是说当你涨到这个比较超买的位置上，首先它这容易形成一个超买区。那么后面的话我们就进行前面我们从其他几年我们来看这个在往往碰到这个绿色带之前的这么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可以这个年数多了，我们可以往前看比如说我们来看21年的话，我们这个21年算是我们非常牛的一个牛市，对吧？大家可以看到冒的这个绿色带以上，我不能向大家保证说就是说绿色带冒出去以后就代表着一定会马上立刻就跌，而是说一般来说我们做股票你没法精确到一个所谓的点位，或者说精确到一个时点，说这个地方我一定对，或者100%准，或准确到掐在那个点位上去做，其实这是非常难的。也就是说择时是模糊的一个择时，就是当我到了一个风险比较大或者说非常难做的地方，我选择更多的是一个观望那么很多朋友可能看我们这个视频就觉得非常失望，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分析的结果都是观望观望的时间其实是占1半以上的，而真正操作的时候，包括日内哪怕做的再小，其实观望的时间也是多数，而真正操作的时候只是找我认为确定性比较强、共振比较多的一个点。那么我们可以再看到说这里面我们来复盘这种这个绿色带的这么一个走，那么我们就不是用写程序的方式，而就是眼看。大家可以看到在熊市的时候刚才说了，那么绿色带这个地方冒了之后，这里冒出来了，当然知道这是第二次摸这是冒出来以后这是刚摸到就下，这里接近，那么这是冒出来了，这也是。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出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摸到绿色带之后，这里往往是一个比较弱的情况。那么回到一个比较强势，从20年到21年的这个状态，大家看到也是也是哪怕是牛市中哪怕是牛市中，大家看到这里面这个地方往上贴着你这没有关系。比如说我们说就是看到一个地方有风险了以后，为什么是先出来而不是马上空呢？是因为如果真正非常强势的话，它可以贴着你这条线，我们比如13日线、5日线、10日线、20日线都可以贴着我们均线向上慢慢上，但是你摸到了之后往往会出现一个什么？出现一个回调往往出现回调，而恰恰是向上拱的这一个过程中最容易造成 FOMO 的情绪，因为很多朋友是现在没什么仓位了，眼看着市场向上没有办法吃到一个肉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心理是非常非常难受的那么这个时候反而容易去做那最后一棒的接盘侠，那么你这个时候的操作的性价比其实就是偏低的。那么我们再往前看，就随便多看几年，那么我们就差不多了。大家可以看到这是18年之后也是，除非你贴着这均线向上，那你整个这个地方摸到了以后往往都是顶部。那像20年的话，之前这个走的这个速度是加速了，这是个走加速，再下跌再向上，大家知道这整个就打掉了。那么这个拉升的过程中，基本上以现在来看，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连续的一个顶背离的拉升，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确定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出货的一个位置，但是你能不能判断跌成这样这是也是判断不了，你没法判断跌成这样，但已经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拉升过程中的一个衰竭那包括18年也是向下向上的话，大家看只要冒出去了以后冒出去有可能冒出去很多，有可能在像17年冒出去很多，像这个出现了一个叫什么 gamma squeeze 的行情那么也可能冒出很多，但是它最后会拉回，而且会拉回的非常猛烈。所以从我们第一个角度，也就是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说，从第一个点技术分析，那么我们可以判断这个当下的走势它是出现了严重的超买和过热，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应该处于一个防守的态势，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观点。好，那我们换到第二个角度，那么我们用均线组来判断。那么我们知道标普我们用的是简单平均数，比如200日那么200日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跟我们比如说黑色线这50日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黄金交叉
那么往往出现黄金交叉的时候呢，都是一个利多的状态。那么只有08年呢，当时是个这个相当于是08年是一个个例。那好，我们从均线的角度来说，大家看到这个里面的乖离率是很尬的啊，就是说整个的均线离的距离比较远，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的走势是一个多头排列，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所有的均线组，不管是蓝色的、黄色的啊，都在什么？黄色均线组是在蓝色均线组上，且我们整个的这个年线之上，那么这就是一个强势上攻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当时看到了，刚才跟第一个点是我们所处的位置是一个超买的位置，它不再容易向上攻。如果继续向上攻，反而可以比较确定的是后面会有一个比较凌厉的一个回调。那么如果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回调或者说下跌，你首先第一个所以考虑到的位置是，我希望真正的强势应该是出现一个用时间换空间的盘整。我们再次重申我们的口诀高位爆冲是大熊低位破位返回是买点，那么横盘才是最强。就是横盘的话，在这个位置上才可以消耗到整个的这么一个买压。那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我们可以看具体的一个位置上，我们怎么来判断？比如说回调该去怎么做呢？那我们就要看回调的力度和回调的这个强度。那么从标普也好，或者说纳指也好，纳指这个涨得非常的多，而且这里突破了一个标准的 W 底那么我们其实判断起来呢，比较容易的是这个小盘小盘的话，其实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它是一个箱体的一个突破，小盘呢是箱体的一个突破。那么在这个箱体的突破，而且这个箱体突破之后，我们再配合刚才所分析的这个关于估值上来看，我们小盘可以说这个走势是让我们相对来说比较安心的刚才我们用的是 SP600 的一个估值，其实呢，你如果对比的话，这里跟罗素2000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上，它如果出现温和的一个回调，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条黄色线，也就是大约在187左右进行一个做多的这么一个机会，就是离这个187越近，那我们做多的这个机会的损益比也就是越高，那么说明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小盘的这个位置上，如果我说的是温和回调，那么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大家也要小心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这个地方实现了突破以后那我们后面的比如说一个阴线，它的阴线的速度过大，比如说这样一个非常大的阴线，而且连续的一个阴线把整个的这个上面的这个突破破坏掉。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抄底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进行反弹之后做出一个向上做空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就是我们对于一个指数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可以判断来说，指数现在来看，从当下的走势来说，小盘是容易判断的。那么纳斯达克这里也是跟小盘类似的思路，是因为它第一波涨得非常的凶，那么它的第一个回调是可以介入，而且这个介入要距离这条线，也就是当时这个195附近，距离纳斯达克只有10块钱的这个位置越近，那么你在这个地方的操作就相对来说损益比就会越高，因为这条红蓝均线正好就要到这个位置，等它下跌的时候，最好是一个慢速的一个移动。那么做一个盘整或者锯齿状的下跌，我们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买入机会。但如果不是的话，那我就跟大家讲说，那么这个位置上一旦是加速的一个下跌，就会形成一个下突破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们来看一下30分钟的走势30分钟的走势的话，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卖出，这里买入。那么我们把这个系统关掉我们来看这个位置上有这个跳空的这么一个缺口那我们看标普也是。就是你看到的是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小的头部，那30分钟就要看它能否下跌比较凌厉如果这样比较凌厉的一个下跌的话，从30分钟的角度来说，跟我们刚才日线上的操作也是一样的计划，就是当你这个回调非常凌厉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当它速度是比较慢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才会选择一个卖多的抄底。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讨论和学习，我们为粉丝们建立了交易之刃的 Discord 讨论频道，在这里大家可以跟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讨论学习，分享股票的知识。好，我们再来换一个角度跟大家进行对技术分析上的一个分析。那我们在这里面呢，分析一下我们 VIX 这个 VIX 走势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整个的波动率。不管这里是大涨还是下跌 ，VIX 我们称之为恐慌指数，其实是一个不准确的描述，它只是大盘的波动率指数。你可以理解成为标普或者说大盘的 IV。那么这个波动率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波动率现在走出了一个向下的这么一个挤压的一个形态。那么这里面呢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底背离，所以这个波动率其实是在酝酿出一个反转或者说波动率增加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也看到当下的板块中，我们能看得到这两天是波动率和标普同时向上的时间是很多的，这也是一种市场上你需要小心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这个地方说明什么呢？说明已经很多人在压住后面会有比较大的这么波动了。好，那么我们来说一下个股方面。那么个股方面的话，关于2023年赛道的一个选取，我们在后期正在给大家制作一个类似于巴伦周刊一样的，就是对于我现在对市场上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线的一个观察和哪些跟它相关的公司那大家呢敬请期待。那我们主要呢是回顾一下，就是关于财报出来比较重要的这几个公司的一个走势。那我们首先说的是一个比较容易判断的，那么就是 AMD 的这个走势，我们在发视频之后呢跟大家分享过。那么这里形成了一个底部这么一个结构的一个突破，而且这是带着量上来的。那么我认为是 AMD 这个估值仍然是偏低。作为投资者来说，你持有这样的公司其实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那么还是这样，底部的这个结构突破了以后真正的强势它会在这里做一个横盘你就在这个类似于80多块钱这个位置上进行一个吸筹。那这就是我准备做的一件事，因为会随着如果大盘走弱的话，那么就会对 AMD 的一个资产进行一个配置。那么这种我们看到这个出来时候不错的那像英特尔我就不用分析了那基本是比较差。那我们看到就是说昨天出来高通的话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高通它的一些产品的库存还没有清干净，但是市场上也是给出了一个类似的这么一个反应。那么我认为如果是强势的话对于半导体行业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走势都是非常强劲。那么在这儿的话那么在这里选择这么一个震荡才是一个比较强劲的这么一个。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个股票比如像 Meta 的这个走势，我就是会觉得不是非常舒适，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它是一个反弹之后的一个加速。那么对于 Meta 的整个那个公司的一个基本面我是有自己的一些看法。那我的看法就是我其实不是非常赞同现在这种大幅降低，它是确实大幅降低了支出把很多的研发的经费也降低了那么用于呢股票回购和回馈这个股东无可厚非但是我觉得对于公司来说 Meta 的护城河不是特别的深且 Meta 整个受到其他公司和政策的影响是非常的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如果不能孤注一掷去设计出一个属于它的或者说垄断性非常强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只是为了扳回一个所谓的股价，那我倒是觉得后续它跟其他大科技竞争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对于 Meta 来说，我看到了上涨之后呢没有进行一个参与。那么另外呢，就是苹果今天不愧是美股股王那么今天的话其实整个的财报出来的结果是一般的，出现了这种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出现了一个双 miss 都比预期的差，同时呢又给出了一个比较保守或者说没有什么指引的这么一个带引号的没有指引。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市场情绪非常差的时候呢，应该就砸非常多，但是他今天仍然选择的是一个够空的这么一个
高开走高。那么整个今天这个市场中也是像过山车一样。对于苹果来说呢，你说是一个拉大盘，这个养护其他出货也有可能，但是整个对于苹果来说，就是市场上认为比较强，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的场外资金进场，它主要还是针对优质资产的一个配置包括我们看到特斯拉这里也是从底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底部这个地方发大财信号出来之后，它的价格大约在125，那它低点最低只有101，那你说我能不能抄到最低？确实也比较难确实是比较难。那么这个位置上，你如果买入了之后，逐渐囤一些货，大家是向上的过程中就是进行一个出货。我大约在正股就是160多，就是出掉那么这个位置上，因为是我看到的一个明确的一个阻，那么现在快到200了，这2天明显感觉到200附近是有很多的一个卖压。那么一个公司大家是为什么这会有卖压呢？一个是它上面还是有些套牢盘当然我们说了，带血筹码把这些套牢盘都割干净了以后，那么它会有形成一个价格的记忆，那么这附近形成了价格记忆之后呢，就会形成一个卖压。那么整个这一轮的反弹，特斯拉基本上是整个从大家看这个轮的缓慢下跌之后一个暴杀之后的一个猛拉，那说明什么呢？还是跟我们之前分析的差不多，就是一个抢筹码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出利空，最后 margin call每次都跌，然后不断放巨量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从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风险到现在后来的这个抄底不可能是卖在最高，也不可能买在最低，但整体上跟下来了，都跟下来。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我仍然认为它的性价比追多的性价比极低。那么我在这个位置上呢，我的一些利不靠也可能会出货，那我会期待于它出现一个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或者说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一个缓慢的一个拉回，是对我来说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会观察特斯拉后面的一个走势，但是整体上去配置特斯拉是一个非常重要或者说我们应该做的这么一个事情，只是说你从日线上这个买点还没有出，需要花时间等。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其他财报比较好的，我愿意说一下，因为比如 Google 的财报是非常差的，当然市场资金是把它给接住了还有亚马逊的这个就是说财报也是很差，但是市场也没有选择这么一个资金接住，而这个地方是冲到这个缺口上面以后就下来了，所以亚马逊是整个这里面走的是偏弱的这么状态。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包括中概股这段时间也是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回调。那么半导体行业呢，这个时候的韧性是非常强的，所以整体上我们看到了市场上有非常大的一个不能叫非常大的风险，或者说我们看到的是比较明确的这种风险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对它进行一个规避，而是盯着我们刚才说的比较强的就是财报不错的这些公司对它进行一个资产配置。那么耐心的等待他们出现相对比较好的价格就可以去，比如说我们看到微软，这也是它这地方连续突破这种下降趋势线，已经走强了以后，你只需要耐心的等它下降的时候或震荡的时候进行一个操作。然后你比如说这个位置上，我可能买不了最低，比如说200多一点，或者说220，我没有买到这个最低也没有关系，因为距离它的新高这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甚至于我们说，对于微软，那只要你hold的时间长，它是一定会去一个新高的，或者说去前高的，因为整个的商业模式仍然是非常强劲的。那么我们在以后也会给大家继续分享，大家看这个地方的一个牛市走出了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从这20来块一个盘整直接就给你拉到这么快。那么这里的你看似回调很多，其实从 log 的时候换一个，我们如果看 regular 的话，大家看这个地方其实的回调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回调，所以你只要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布局，整体上其实是非常难吃亏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几个我认为从财报的角度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企业可以在这个位置上进行一个布局。那么财报出现很大问题的，我们这里就进行一个规避。那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长期国债。那么长期国债的这个走势呢我一直还都是比较看多的那么比较看多长期国债，那么这个地方呢 TLT 在这个位置上呢，其实我们耐心的等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就是如果它一波上涨一个下跌，
再上涨，它这个地方形成一个横盘，cup handle， 我非常喜欢，那是非常强势了。那如果没有走出这么强势的话，我们等待的是一个2次的回拉，就是这里拉上来之后，然后呢这里再下降，做一个2次回拉的时候，我们呢进行一个买入，或者说进行一个布局，是我们整个从宏观层面分析来说，对长期国债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啊。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分析。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析到这里。如果大家有兴趣或者有意见建议，都可以给我留言。我们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